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全球大量化。好，每个礼拜四中午12点半，我们准时和大家一起在线上见面。当然了，午餐时间要马上来邀请到我们非常厉害的郭正亮老师。大家好。好，亮哥呢，今天要好好来请教您一些有关于金砖的问题了。主要就是因为呢，其实在这个星期22到24号，金砖峰会在召开。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大家都在讲啦，这是不是全球西方以后就要对上全球南方了？因为有很多的国外的专家，他们的讲法是说，即便这一次看起来 maybe 也许在扩容，就是他们的这个成员扩充上，可能还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具体的成果啊。但问题是有一点他们确定的，不管成果是什么，就是呢，它可以把整个全球南方跟中国拉在一起，那是另一种的来对抗西方。应该要怎么样来看这个金砖峰会？等等，请亮哥来解析。好，另一件事情呢，还有什么？还有也就是从今天开始，24号，日本要开始排放核废了。好，排放这个核废水哈，这件事情呢，其实中方这边很在意，那台湾也有很多人很在意，但问题是有一个国家突然之间说，我不支持也不反对，那你想，那你的立场是什么？是韩国？韩国转折点在哪里？会不会是去了美国一趟之后回来什么都不好说？好，等等，要一并的来跟大家讲。不过呢，在节目开始之前，要先告诉大家，我们的新闻大白话现在全球直播。好，以前呢，你可能要隔一天，特别在台湾的朋友，隔一天才能够看到我们在网络上面的节目，但现在我们只晚15分钟就可以跟大家全球一起都同步看到，所以也欢迎大家在聊天室里头随时跟我们互动，我们会随时来看留言，看能不能够来及时的回复您的提问。好，马上要来开始了，来请教亮哥怎么样来看这一次的金砖哈？这次金砖，习近平来到了南非，那大家就讲说，一下飞机之后呢，南非总统来迎接，然后呢也跟南非总统开了一个首脑峰会啊，做国事访问。可是到了晚上呢，本来说好要演讲的就是工商论坛，但就有很多美国专家他们在讲啊，怎么没有看到习近平？习近平这一次基本上他的这个演讲他是有备而来的，因为他特别强调什么？他说不论多少阻力，金砖国家都会蓬勃发展。他特别强调的是，他们没有称王称霸的基因。然后他还特别用他的声音去录了一个宣传片，问大家：你要和平还是要战争？你要不要发展？整个定调就把它给定出来了。这一次呢，他是希望带着大家一起往前走，还说可以跟所有的人一起分享红利。当然了，每一次出访呢，看到这次第2次嘛，好，上一次是去俄罗斯，上次也是带了蔡奇啊，也是带了王毅，这次同样大管家也都有带着。你怎么样来看这一次来到了南非？有人说他是来固装的，您怎么看？这次呢，他是开3个会了，一个是中国跟南非的高峰会嘛，一个是中国跟非洲的论坛啊，那另外一个就是金砖会议啊。那个工商论坛闭幕式他有去了，那就是他实际上在那边做了一个演讲，他是闭幕式，那开幕式因为工商论坛本来他就不一定要去啊，因为今天才是高峰会，那这次的峰会，坦白说了，这个是金砖有史以来最受瞩目的一次了，因为他以后可能会改名为金砖 Plus，那这个 Plus 因为有兴趣的国家实在太多了20几个。目前传出来是22+1啦，一就是巴勒斯坦那比如说中东、沙地阿拉伯、阿联酋跟伊朗都要参加，那这个非洲更是主要国家都要参加啦，比如说北非就是埃及跟阿尔及利亚，对，西非是奈及利亚，那东非是伊索比亚，那南非本来就在里面嘛，是然后亚洲我们就看到这个孟加拉啦，还有泰国啊，还有越南。我认为印尼稍晚也会表达态度了，印尼应该也会参加然后南美洲就是阿根廷嘛，那这里面当然比较耐人寻味的是未来啦，墨西哥的态度墨西哥比较尴尬啦因为美加墨自由贸易区那你几乎可以看到，除了墨西哥之外，还有委内瑞拉也要参加。对，能源大国都来了。对，所以它这里面大概 OPEC Plus 里面所有的主要国家都在里面，还有中东还有伊朗。所以大家就会这个有兴趣，就觉得说这个好像就是一个俄罗斯加上全球南方的
就是一个金砖会议，未来它的性质就是全球南方加俄罗斯嘛，因为俄罗斯并没有被殖民的经验啊，所以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啊。那大家就会好奇他们要做什么了啊？那初步你可以理解，它很可能未来会变成 G20或者联合国有关那个金色会议的这一个圈子的会前会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广岛今年开 G7 嘛，是，那 G7 事实上就是已开发国家在 G20的会前会，对，那金砖会议未来很可能也会变成开发中国家的 G20的会前会，那这样不就是对着干的吗？就2个集团了。就2个集团，对。以前事实上联合国也有人想办法要把第三世界国家整合起来，那可是后来就产生了77国集团，对，可是没有任何功能，那这个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们有一个骨干国家了，骨干国家就是说它的 GDP 要相当大，然后跟各国都有密切的关系那现在开始有了嘛？那这个国家将来叫中国嘛？因为中国跟141个国家是最大贸易伙伴然后它的 GDP 是17.7兆美元那是印度的5倍多，所以它当然就产生了一个骨干国家啦，这个以前是没有的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俄乌战争的背景，因为美国把 SWIFT 拿来当作武器，所以使得很多国家开始认为他们应该要发展这个非 SWIFT 的支付机制那很多国家都有这种危机感说美国把 SWIFT 当作武器去制裁别人那怎么知道以后不是我嘞？哪一天会不会弄到我？不知道嘛，所以大家就说那我们来搞一个机制这样那第三个就是美元暴力升息了。很多人付那个利息付得很辛苦。对，那这个就变成就是说，你怎么可以一个国家你滥用你的美元地位了？那大家事实上除了少数国家之外啦，因为中国大陆当然它的美元债是基本没有了因为它是出超嘛。对。可是大部分国家都是有美元债务那你突然升息了，那人家怎么办呢？所以他们等于就是对美元霸权、美国滥用它的美元地位的这些行为感到不满那当然也包括美国所主导的2战之后的金融秩序了。那主要的代表就是世界银行，还有国际货币基金会。他往往在援助别人的时候都附带很多条件，那他们也感到不满。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事实上是有一些短期、长期的因素啦。长期的因素就是对美国主导的这个国际的金融秩序不满。这累积很久了，包括世界银行那基建，我想要贷款一个10亿以上的金额，基本上贷不到那我们随便讲个项目，比如说中老铁路，总金额就是59亿美元。那中国大陆提供的是35亿美元，包括持股跟贷款这个世界银行就是没有这个功能嘛那所以才会产生了这个2016年的亚投行嘛。对所以我说这个是长期的背景因为基建的贷款始终是供不应求是，所以就需要建构新的，比如说金砖银行就有新开发银行那第二个是短期的金融因素那我认为就是美国自己造成的，就是美国暴力升息，你完全从自己国家的立场考虑，因为你要压抑你的通膨嘛，那你就不管其他国家美元债的情况，你就自己升息了那第二个就是俄乌战争嘛，美国把 SWIFT 拿出来当做制裁工具嘛，这2个行为让很多国家都不能接受了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中国愿意出来承担嘛，因为这个出来承担是要付代价的，当大哥是要付代价的。当大哥不是口头说说就好，东西要拿得出来。我举个例子啦我举2个例子啦。
这个金砖银行就是新开发银行，对，它的资本金是1000亿嘛，是。那中国出了410亿，可是他并没有得到特别的投票权，他跟大家都一样，这种国家你去哪里找？他出了41%，是 OK。那第二个就是他最近就开始展现他的诚意了，比如说阿根廷欠了国际货币基金，对，那个我们知道他欠了这个39亿美元嘛，那我说错了，27亿美元啊，那中国大陆就帮他承担了17亿，用人民币来还，所以这个当然是有风险的嘛，所以你就看到人民币的汇价在跌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愿意做，那事实上这个金砖国家里面，坦白说了，唯一在这个国际贸易上有分量，然后它的货币被看好的，那就是中国嘛，所以你就把这些议题加总起来了啊，那你就为什么会受到广泛的关注了比如说 BBC 啊，美国的媒体啦，都密切关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啊，就是2次大战之后，大概是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啊，要建构一个新的制度架构，的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就这些国家都加进来之后，好，我们说加进22个，那既有的5个，那就27个，要加巴勒斯坦就28个，对不对啊？那后面还有人在排队啊。那目前它的本来那个金砖啊，它的 GDP 大概还落后 G7 有一段距离了，G7 大概有42吧，那金砖大概是20几吧。那我认为在这一番的扩充成员之后，它大概会到35，我就是用美元计价的时候 ，OK， 那你如果用本币计价，那早就超过了啦。对啊，那未来他们一定会在联合国开会或者 G20 开会之前提出他们的主张，做我们叫会前会嘛，那其次就是会建立金砖支付机制，这个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讨论，就是说非 SWIFT 对，那这个会包括比如说中国自己有一个 CIPS 嘛，俄罗斯也有，伊朗也有，印度也有，那他们可能都把它整合起来，那整合起来，我估计初期可能会有4000家国际银行加入，很多SWIFT 是11000，那以前各国的力量，比如说 CIPS 中国的，大概都只能够凑到他妈2000家，那个就没有扩散性嘛，对，所以这里就会为什么说对国际金融秩序会产生冲击啊？因为这两个并不互斥，就说参加了国家了，而且或者是你不一定要参加金砖，这个金砖支付机制你非金砖成员也可以用，你只要不拿美元都可以用。换句话讲，也不一定是美元，它只是不同的支付机制。就是你不想要换美元的时候，其实你也许也不一定也可以用美元，也可以用美元，他们也不会排斥啦。他只是不要让你美国查到。重点是查到。因为目前的 SWIFT 里面有11000家银行。对。那如果里面有4000家来加入金砖支付机制，是，那美国就不知道你的金流跟贸易的数量，对，你就不知道了。对，那这个对美国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它对全球贸易的估计会越来越失准。对，而且也找不到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的，它没有办法掌握流向，没有办法掌握数量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啦。那接下来才是你刚刚讲的非美元的部分，就是我金砖支付机制一旦建立那假设有4000家银行进来了，对，那我认为就会有一些欧洲国家愿意参加，那他们是金砖之外的国家嘛，对不对？可是一定会有一些国家有兴趣的，因为他当然也希望他部分的交易不要让美国知道而且人家就会开始好奇就是金砖国家在干嘛因为他可能会有一些我们所讲的金融改革的福利出现比如说那个 SWIFT 的手续费，那是很贵的，对那美元的汇率也是很贵的，
因为你要汇钱嘛，而且你换还要再换回来，你要换2次，对不对？那还有未来它这个新开发银行，如果有真的出现了所谓的金融危机的处理，或者是我们讲基建的融资啊，我相信它的利息也会比世界银行便宜，然后也不会像国际货币基金这样附带条件，这么友善。不，他现在已经在做了，目前就是没有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它简单讲是它是有竞争性的，那所以人家基于保密原则，基于保护自己国家利益原则，基于它比较便宜的原则，就会很想参加嘛，那这个就一定会扩大到所谓的本币的交易，因为既然要用这个支付机制嘛，那我可不可以不要用美元嘛？比如说巴西，他就鲁拉就是很主张这个嘛，是那这个当然就是双方只要愿意就可以进行，那大家比较好奇的是，他会从哪里开始？所谓哪里开始，就是说会不会从能源交易开始？因为这真的很多能源大国都来了，你的意思是这样吗？当然是这样啊。那如果这样，美国大概就要紧张了，因为美元的，我跟你讲美元是这样的，这个美国在海外的，他自己掌握不住的美元大概是80兆 ，OK， 大概是80兆，那美国的 GDP 是25兆嘛，OK， 你就可以大概估这个量，是，那它就是因为有这么大量的美元在外面流通嘛，对，所以为什么全球的贸易支付它占了80几%，它大概占83%了那因为过去它都是垄断的嘛所以呢，我们就从1980年代它的各国的储备货币，大概本来是81%，那因为它就是不断的印钞嘛，印到大家就开始有防备心了，那降到今天。各国的储备货币它占59.2%，它在下降，那我敢说了，金砖只要成立之后，它没几年就跌破50了，这么快？储备货币，不，储备货币主要的意思，它要有地方用得着嘛，对，主要就是因为贸易嘛，对，因为贸易目前所有的能源交易跟粮食贸易都是用美元，那半导体就不用讲了，那一定是美元，不过半导体的量不大，那个全世界一年大概只有6000亿美元，可是能源跟粮食那都是非常大的数字，那都是好几兆的了那如果以后能源交易可以不用美元了，那你认为我有必要储备美元吗？就我本来需要这么多的美元去买能源、买石油，但是我现在我不用拿美元，我也可以买，那我为什么要给它再贵一次？我们这里就回到货币的本质了，对。货币的功能有几种嘛？第一个就是储备货币，是那用储备货币的主要原因，当然就是相信你价值的稳定嘛。当然。那你一天到晚给我升息你变成不稳定货币因为我造成了我一大堆美元债，我都升息嘛，对不对那第二个就是你美债一直印你现在负债已经到31.5兆了我怎么可能不？如果你开始贬值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价值的稳定性的问题那价值稳定性就会联动到储备货币那储备货币当然有支付的需求啦，那就是因为贸易货币。第一个就是贸易交易，那我刚刚跟你讲了嘛，能源跟粮食交易都是用美元，是，所以全世界有80%几%贸易都是用美元。对，那金砖支付机制一旦形成之后，能源大国他们都在这里头了，那你可能就要降到，我认为它很快就会跌破80那也许先降到75吧，那再看看那美元独大的地方是哪里呢？投资交易。投资交易对。因为什么呢？因为人民币不是一个自由的货币那他也怕你的秃鹰来狙击所以美元它独特的优势是在这里，就是它作为投资货币是垄断全世界了，包括外汇交易、股市、债市，还有期货嘛它全部垄断了，全部垄断。这个我认为在短期内没有解了因为坦白说了，英国跟美国、荷兰这些国家是金融资本的，就是历史悠久嘛人家已经累积了200多年的历史嘛，
所以它的货币基本上是完全自由化的。这个中国大陆不敢啊，他怕会乱，而且我刚才已经跟你讲了嘛，这个世界上流通的美元是80兆美国自己 GDP 才25兆啊，对不对？所以那这个80兆到底掌握在谁手里？跨国资本的手里啊，对不对？那这个跨国资本到处都要来放空啊，干嘛的哈？所以中国政府会怕，所以他会慢慢来，他会从储备货币跟支付还有贸易开始，那这个就构成美国很大的挑战了，因为你要知道，就是如果储备货币啦、支付啦、贸易啦，然后人民币逐渐开始上升，其实我们不要去想说人民币一下它的支付占比就会到10%啦，不容易啦。对对对，我们用 SWIFT 来看嘛，SWIFT 目前那个美元的占比是42，支付啊42对，那欧洲大概33，那人民币只有2.7啊，是啊，那我觉得这个是慢慢来的，可是我们知道美元会下降，就是中国大陆也许会升到4%、5%，这有可能人民币啊，可是更多的可能是本币交易，就是各国在那边用本币交易啦，那不一定是人民币啦，那当然你各种货币有时候人家会不相信嘛，比如说俄罗斯就不愿意用印度卢比嘛，对啊。觉得没那么稳，对，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找第三货币，对啊，那结果俄罗斯就说我要人民币啊，那你就想办法去市场上买人民币嘛，所以我是觉得应该首先是从支付，从储备货币，因为人民币比较稳定，相对于美元啊，从这里开始的，然后逐渐的就去影响到全球贸易的占比，那这个当然。你这个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啊，那逐渐的，中国大陆开始比较有信心了，它就会开始增加境外人民币的发行规模，因为目前境外人民币只占人民币总量2%，对，很低很低很低，非常低，非常谨慎，因为他会怕，他会怕，非常谨慎，他怕是合理的啦啊，因为他知道全球金融资本的厉害了，这也不是哪个政府控制的，就是华尔街控制的，讲白了就是赚钱就又一股脑就来了这样，他会来放空你啊，会来狙击你的目标啊等等啊，这个中国大陆是非常谨慎的啦，所以你不要立即把它联想成说，哎呀，货币战争要开始了，人民币要取代美元，你这样理解就错了啦。金砖会议真正的价值是第一个，它要建立金砖支付机制。那使得支付就属于一个比较安全的状态啊，这是第一个啦。那接下来才是本币交易，对啊，那这两个有可能结合嘛？所以你刚刚就会问说啊，金砖支付机制可能到最后大部分都是非美元交易，这当然有可能，对啊，这当然有可能啊。那可是也不一定这样，因为也许有人愿意用美元啊，可是至少这个管道美国不会知道。就虽然是用美元，可是美国不一定会知道啊，因为美元的私人的机构实在太多了啦啊，所以我简单讲，就是这个是对美国所主导的2战之后的金融体系的空前挑战，以前从来没有这么有力道的国家集结起来了，那挑战你的世界银行，挑战你的国际货币基金。挑战你的 SWIFT 的支付机制啊，那这个一定会联动到全球贸易的变化，那这个对美国来讲，进一步就是对各国监控能力的下降，因为他不知道你的贸易流向，那这个美国再怎么去扩建 CIA 也没有用啊，等于就是你找不到金流嘛，对对，找不到金流，找不到。贸易货品之间的交易嘛，所以这个当然是空前的，而且他们都是被殖民国家居多嘛，是所以他们非常了解，第三世界被殖民的悲惨经验，知道帝国主义的种种所以他必然会提出有别于美国的那个全球经济的主张了。这个以前。我们说联合国的那个金色组织所讨论的那个经济话题从来都是美国主导的，到现在为止，包括我们现在提到了什么永续发展
包括什么这个劳资要和谐啦，通通都是美国主导。过往我们在教科书上读到的，通通都是美国。对啊，所以这里可能第一次会让中国大陆所主张的全球发展倡议，第一次有机会要去攻联合国啦，或者攻击20啦，说我们这个全球发展倡议要来变成全球的主张，因为目前第三世界国家很多跟中国都签了这个东西嘛，对，他接受全球发展倡议嘛，那全球安全倡议倒比较不一定啊，可是发展倡议非常多国家都签了啊，那还有另外一个叫全球文明倡议，是啊，那个穆斯林大部分都签了啊，因为穆斯林就是被歧视的很厉害的国家嘛啊，所以我是觉得，你如果从这个不同的层次去理解，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美国会这么紧张了。是。其实刚刚这个亮哥讲完之后，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专家他是提出这样的一个讲法。这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一个教授叫曾瑞生，他直接的讲了，他就说基本上这个习近平他这次来长期的目标就是把全球秩序转变为以中国为中心，所以呢，他们是这一次南方国家刚刚特别提到数量其实是多的，那而且在这一次呢，大家可以有机会换一种不同的价值观来在这个世界的秩序上面来做。其实我觉得讲中国为中心并不准确了，不准确，因为中国大陆主张的全球发展倡议并没有提到中国，没有提到中心了。是啊，对，那就是改变游戏规则，改变大家认为经济发展是要做什么了？比如说你要不要，我们简单讲啦，你要不要共享经济啦？你要不要公平发展啦？这一类的。那美国显然不会讲这个嘛，他不会去讲这个嘛，共享红利呀之类的之类的。那这个我讲白了，当然会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可是并不是产权呐，而是公平分配。是。那因为这个只有第三世界国家才能体会了。就过往的历史，对，可是它一些种种，它会反映在一些经济项目，比如说举例啦，就是说。比如说东西怎么定价啦，我们目前都是让跨国公司来定价的嘛。对啊，那做成衣为什么这么便宜啊？这个以前有人算过嘛，说这个中国大陆大概要做多少的成衣啊，得到的利润啊，才比得上几只 iPhone 这样啊？你懂我的意思？我的意思说，这终究最后一定会扯到价值的问题了。价值我们讲的是说，比如说公平分配，公平发展，那到最后就要来落实方法嘛，就是为什么你的东西那么贵，而我东西那么便宜，那第三世界当然永远就这么穷啊。所以我的意思说，最终啊，当然一开始不会去扯这个啦，对。可是比如说，我刚刚就提到了几个部分嘛，比如说，为什么 SWIFT 你手续费要这么贵啊？对啊，真的很贵。为什么跟你换个美元，你的汇兑的手续费要这么贵啊？这是根据什么？就你自己定的嘛。价值啊，你为什么你要定那么贵的价格嘛？那这个你就会看到这些金砖国家，他就要开始降价嘛。那以前你离开了世界银行，你根本借不到钱嘛，所以大家没有选择啊。那现在大家开始可能会有选择了。所以现在那个拜登他也讲了，他说他要出席 G20 峰会，而且他这一次要提议合作增加贫穷国家的贷款额度。他讲了，他就包括了世界银行，包括了 IMF 的优惠融资，那希望呢能够提供将近500亿美元的贷款额度，是吗？所以我说这个他就开始有点刺激，你知道吗？所以他在回应嘛。对，就是我跟你讲，这个事实上，如果不是中国崛起，开始到各地去，美国哪理你这个啊？比如说。美国开始重新到南太平洋，那恢复大使馆。他以前大使馆都废了。对。比如说所罗门，他根本就废了嘛。他现在又回来了啊。然后就说啊，我承诺要给南太平洋国家9.2亿美元。是。这个如果不是中国进来，根本不可能发生嘛。所以这也是一样的。他知道世界银行跟国际货币基金有不足之处嘛，
那人家新开发银行现在已经开始出来，金砖银行现在说要降低依赖，已经开始要用南非啊、巴西在这边，他们要开始发债券啊，要开始用那个不同的货币来做放款啊。他要用南非币跟巴西币，对不对？他要开始做放款啊。为什么以前没有？对。那美国为什么只能够用美元贷款？这个问题就来了嘛。比如说对巴西来讲，因为鲁拉讲得很清楚嘛，他说我们总是要换成美元。那出去也要美元，回来也要美元，我们等于是付了2次手续嘛，对，手续费嘛。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你以前没有选择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布林肯你提这个，你事实上你还是没有面对核心问题啦。那还是美元啊。还是美元，还是美元嘛，还是美元。是但他说我以前你说我们做的不够好，没关系。我们这一次来改，我努力的让他改，这个叫额度，让他出来，这个叫额度了，额度，这个不叫美元了，放宽，这不是币种嘛？对，放宽，这只是额度而已嘛。对，那额度只是说以前有一些人贷不到嘛，那现在也许你贷得到嘛。我就是把那个条件放宽一点，让你可以借得到钱嘛，是吧？就是这样嘛。可是还是美元嘛。是啊，就是这样嘛。好，所以回过头来，到底这次金砖银行有没有什么更长远的发展？那你怎么来看这一次的扩充哈？扩容的这个部分，就是有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因为这个是机密，因为印度会怕啦。对，因为你要知道，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他就一直认为要永远维持那个金砖创始国5国的特殊地位。对，那中国无所谓，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本来就是老大。那印度会紧张，因为印度现在它的 GDP 大概是3.4兆，那这次加进来一大堆穆斯林国家，后亚郎这贼，有钱人好多，而且穆斯林国家跟印度关系不好，所以印度当然就会想到它的影响力会被稀释啊，可是这个本来就必然如此，然后逃不掉，因为你实力不够嘛，你就只有3.4兆。那你也没有证明你有很多的工业能力或基建能力，所以你帮不了别人啊。是中国才有办法帮助别人嘛，对不对？那他抗拒，可是抗拒是没有用的啦，因为这个是大事嘛。因为我刚刚跟你讲的那个大背景嘛，美元升息、俄乌战争，那中国变成大贸易国，对不对？对。那中国愿意出来主导这个金砖银行等等，变骨干，那你印度不可能不参加嘛，或者你印度不可能去阻止别人加入嘛。对，唯一的区别只在于可能会有人提案，我估计就是印度了啊，他可能会提案要求对会员做不同资格的限定。就是联合国什么常任理事国，我有否决权之类的这种东西。否决权倒没有了，是就是不同，比如说有常任理事国，有一般的那个安理会员啊，那你要变成那个安理会的成员，你要有一定的资格啊，不然你根本进不去啊。比如说可能要有人推荐啊，推你一把。那这个部分我们不清楚了，因为议程还没有出来，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印度的提案。是，不过我那个金砖支付机制是俄罗斯主导的，俄罗斯一定会提这个案，因为他饱受SWIFT之苦啊，所以这个就是俄罗斯主导的提案，他一定提出。是，那因为他也会来做报告，说被 SWIFT 的制裁是什么滋味啊，让你了解一下。他要来报告，所以我说俄罗斯真是感人呐啊，他以这个亲身受害，帮第三世界率先体验了这个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今天他用这样的方式对我，明天他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对你。你以为他现在跟你很好吗？对，所以大家预做准备，这种警惕都是俄罗斯身先士卒，对，体验出来一个地藏王菩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概念。好，但是呢，其实在这个当下，我们要来看看美中之间的关系了哈，因为看起来好像2个集团正在形成。好，可问题是呢，他们基本上大国之间的高官互访还是要持续进行的。好，特别呢，我们之前一直提到雷蒙多下日期确定了27号，他即将要到中方这边来做访问。那现在呢，白宫方面也已经讲了，他去基本上就是传达降低风险的意图。那有特别强调，他们
段不会有特定的政策成果这么一件事情。好，可是呢，他认为美中关系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呢，在出发之前，他也先跟中方驻美大使谢峰2个人先会面过。简单来说，就是先会一下，你们有没有什么想知道的？我可以去之前，我先做准备。可是呢，在此之前，美方也是有些善意的。他们先前呢有限制了几家的陆企在变成在调查他们到底有没有涉及，比如说违反他们美国国安等等的问题还提出了现在有27家的陆企确定没事没关系，所以已经正式对他们解禁，没有把它放在那个黑名单的清单当中。那当然，大陆这边马上表达欢迎啊。可是与此同时，他又出了一手，他就讲啦，西藏这边有很多小朋友好可怜他们就被叫去必须要念寄宿学校，要被用洗脑教育，让他们整个的原本的文化原本的语言全部都要被你们中共这个统治者给完全的洗脑了。所以他现在要针对部分的中国官员来实施签证限制，到底是谁，人数有多少都没有细节，看起来两边之间还持续的在对垒。然后另一个是什么？另一个是今天Bloomberg 他所发出的一个消息，彭博社他说什么？他说呢，基本上在科技战的部分，他们发现了华为现在他还会绕过，什么意思？因为他被制裁嘛，那看起来现在还没有活得很好，对不对？又浴火重生。好，然后呢，所以他们现在有跨国的说，中方的官方资助他300亿美元，要帮他们做一个秘密的晶片网络。这一些合起来好像烟硝味还是在的。您怎么样来看雷蒙多这一次去？这就好比你的家族有上万个我先打你700人，然后再跟你说我解禁是27人，因为他已经进了中国企业700多家，对，500多个个人嘛，对。那现在跟你讲说，其中27个解禁，从不列入黑名单，就这样嘛，这个当然你可以理解为伴手礼了，应该是吧？是啦，是伴手礼，有点小啦，但是伴手礼之后，他就是要跟中方传递一个讯息，就是说这个是可以谈的啦。不然他为什么先前一下之间反而就查清楚了？怎么可能查那么久才清楚？所以就是随时他要宣布他口袋里就是有名单嘛，这哪一些情节是比较轻的嘛？那我就立刻宣布，他是让宣布33家啦，还要顾自己的名字嘛，面子啊。27家是中国的，这样不是针对中国，因为我们其他人对啊，老是要这样搞嘛这个就是死爱面子的霸权嘛那中国大陆当然了解了所以我觉得他大概就是在秀一个逻辑，就是说我跟你讲中美两国现在是完全没有信任的啦，所以你要分析未来他们的交往，你只能够从逻辑上去推论讲善意没有意义了就是说我现在丢了一个逻辑，就表示说我制裁你700多家企业，事实上是随时可以解除的，所以他接下来他可能就要打探中国大陆的反制措施嘛，比如说你8月1号就开始加耕者对，做管制出口嘛，要审查那你们要怎么玩呢？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等于就是他来摸底的啦，可是他的摸底呢，带有很具体的议题因为之前几个人我跟你讲因为你现在假定中美已经完全没有信任了，对，所以现在都是从各自的出手里面去寻求交易，比如说第一个去的是布林肯嘛，是那中国外交部就出了一道题给他，说我要不要跟你来往就取决于你怎么处理赖清德吧，那美国不是处理了赖清德吗？相当低调，得到有史以来最低规格的待遇嘛，对不对？那中国大陆就说你这个算过关了所以雷蒙多来了，不，很多场了，很多场，就是这个表示布林肯，那我可以继续跟你交往，因为他的总目标是11月拜登想见习近平嘛，对，所以中国也要出题因为你的总题目是拜登想见习近平嘛，对，那我就要看你各部会有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嘛。布林肯他丢了一个问题说，你先处理一下赖清德吧，那美国做了一些处理那接下来就是叶伦，对，叶伦也去了，那叶伦0分因为叶伦没有办法处理贸易战，
因为这个不是他能决定的，这个是拜登才能决定，就是你对中国大陆3000多亿，大概3500亿吧，苛征平均19.3%的关税，你要不要取消嘛？这个叶伦没有办法决定啊。那第二个就是，是不是拜托你买我美债啊？那中国为什么要理你？你又没有解除，所以又卖了。所以我就继续卖给你看。又卖了，对。所以我6月又卖了100多亿嘛，对不对啊？所以叶伦这个是没有解决啊。那第三个就是江 Kerry， 江 Kerry 也去了，对不对？那见到了谢振华等等相关的气候变迁的议题嘛，那中国大陆就说，我新疆的太阳能产品你先解禁再说吧。同样无解，没有解啊，无解，所以也没有动嘛。对，到现在为止没动嘛。好，现在就轮到 Raimondo 了。OK， 好 ，Raimondo 来，我带了伴手礼来了，是27项。那他肯定是要问中国一些问题的啦。因为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战现在负评越来越多了。不只是来自企业界的负评现在还来自比如说《经济学人》这一期的封面，它的标题下什么？他说美国这个科技战打到现在只有2个字可以形容啦，第一个都变贵了，那第二个就是越来越危险，他讲 costly and dangerous，意思就是你搞得全世界供应链越来越贵嘛，然后越来越不确定嘛，所以经济学人认为美国这个科技战是错的，对，你知道吧？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评价就越来越多了。说你到底要干嘛？你如果对军工产业，因为我们要知道过去美国结合欧洲的国家来制裁俄罗斯啦、苏联啦制裁中国啦、北韩啦、伊朗啊，他根据了瓦圣纳协议那是非常清楚的，是，就是他直接联系到军工产业嘛，你如果直接联系到军工产业，那大家大概没有意见了。比如说你对中国的军民合作的企业做制裁，我觉得大概欧洲人也没有意见，就跟进嘛。可是你现在已经制裁到很多就是商用的，那你是认为说他以后会追上你？或者他以后逻辑上可能转为军用？可是还没有发生啊。你就用你的逻辑说。这个未来可能会变成军用所以你就开始全面打压嘛。这最明显的就是半导体跟 AI 嘛。是，以前瓦圣纳不是这样搞的啦。瓦圣纳是他已经在军用了，我才处理，而不是这种用逻辑推的啦。全面围堵。说你这个5G未来会变成军用军规啦，所以我就要打压你的华为。AI 人工智能未来也会军用啊。所以我要打压你的航母技，那甚至有一些，比如说大疆无人机，对，别的国家把你用到军队去了，是，所以我也要打压，这个简直已经莫名其妙了啦，就随便你自己定义，那你的定义已经造成欧洲人的难以接受，比如说我们随便讲，比如说华为嘛，华为美国后来制裁的理由是它有后门啊，那你证明给我看啊。事实上没有人提出证明了，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能够证明华为在偷你的讯息或者他留有后门这个欧洲人就觉得不能接受嘛，都随便你讲的那这样世界就乱了嘛，那当然中国也不简单啦，华为也没被他打死嘛，对不对这个如果是一般的企业早就被打死了啦，是那我觉得现在就是。雷蒙多他自己也没有答案，所以他只好去跟中国谈说，那你们到底要怎么反制啊？你的逻辑是什么？比如说你这无人机9月1号也要开始管制出口，对啊，那这个价跟者8月1号就要管制出口，那后面还有没有？会不会1个月1个？不知道嘛，不知道嘛，对那你后面还有没有那大家就要坐下来谈嘛。不然是到底要，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只有一个立场嘛，对，你全部都取消，我就全部取消对的啦，对吧？那这个美国做不到嘛，那怎么办呢？所以只好见面谈一谈啊。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在摸底啦，想要知道中国大陆的逻辑啦，因为以前没有一个国家敢反制美国嘛，你不要命啊，你看过去美国禁止谁？禁止赌日本啊，赌欧洲啦，日本跟欧洲敢反击吗？没有吧，那他现在就是碰到对手嘛，然后你们这2个国家要命，世界2强，GDP 遥遥领先第3名，所以我是觉得他在摸底就是说基本上布林肯、耶伦、John Kerry，还有这个 Raimondo，陆续摸底嘛，那要提供拜登参考啊。那拜登11月才能够做个决定嘛，哪些要让，那哪些要交易，就是这个事情嘛。好，所以一切呢，就是在前去工作哦，让他们先行部队先去。那当然啦，现在基本上李强出来讲话，他认为啦，他觉得说呢，现在基本上中美关系就面临困难，大家都要带着善意来，所以呢，没有善意的话，那就没有办法继续谈下去。不过呢，也就在这个时候，其实刚刚亮哥特别讲这个叫做那个场面话，因为事实上不可能有善意了。对啦，但是因为他面对的是这个，事实上我们在谈事情，如果是谈逻辑、谈交易，那个没有谈善意，就没有用逻辑做事，就是一切用逻辑来做交易。对，那其实美国人他们通常做事的方式是这样嘛？对，美国如果你在商界或者在他们政治界，你看他们的一些操作，基本上都靠逻辑。中国终于学会了，终于学会他的逻辑。不，因为他以前都在期待你的善意，那事实上这是错的。你期待不到的了，比如说他进了你的华为，那你就在期待善意嘛，结果后来进了700多家，表示你这个逻辑是错的嘛，你跟美国人来往就是有来有往啊，你给什么我就反制什么了，那接下来就来交易吧，就是这样。所以学会了，那现在我认为他学会了。那现在在整个基本上他们两边刚刚特别提到2大国之间的这个 G2 的竞争，其实旁边包括从新加坡的李显龙，他们最近都一直在讲说，基本上他们是很担心，觉得是认为是危险的。南太这边呢，则是直接跳出来讲什么，我们是不是宣布中立就跟我们没有事情了？好，来看到呢，这个呢基本上是有5个国家包括了万纳杜，包括了巴布亚纽几内亚、所罗门群岛、斐济，还有新克里多尼亚岛，他们的执政党他们现在有这个集团叫做美拉尼亚西亚先锋集团，他们就直接讲了，我们的位置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在一个战略要地，所以呢，先前所罗门要跟中方这边来签一些防务协议的时候，美方这边很紧张。那拜登呢，先前要去巴布亚纽几内亚，结果人家很开心，还这边演练很久，还全国放假1天，忽然你又不去了啊！可是他们现在都讲了，他们说我们现在是认为，如果说你们竞争这么激烈的话，我们要不要先宣布中立就好了，就跟我没有事情了。而与此同时，他们其实也看到了，在整个东协国家的这个发展，整个在南太平洋这里的一些进展，你会看到说，澳洲这边呢，其实他们现在一直期待让王毅外长是不是能够赶紧来谈话。好，可问题是呢，他们也发现了，美国真的那么在意吗？好，原因是因为呢，拜登他要去 G20， 那个时候我们讲了，东盟峰会现在本来还说为了他调整一下时间，结果现在是贺锦丽来出席，到底美国在整个战略上面，他们是怎么样来思考这一件事情呢？我们想要请教一下亮哥，你怎么样来看哈？因为现在其实，在整个包括了东协，包括了南太这边，他们一直希望能够有所谓的自主啊，或者是说他们还是希望在美国跟中国之间能够寻求一个平衡，但真的有可能平衡吗？我觉得南太平洋只是 copy 了东协的态度了。对。东协也是在美中之间被迫表态，很痛苦啊。对，那事实上只有美国在要求表态了，中国哪有在要求表态？中国说你要跟他交往，跟我交往，我都可以啊。那只是你不要去站队啊，要来围堵我啊。所以真的要求表态围堵中国的就是美国嘛。所以全世界的范围都在发生类似的事嘛。并不是只有东协啊。美国本来在中东也警告沙特不要跟中国太接近啊。对哦。那沙特不理他啊，就是这样嘛。所以南太平洋这个也不稀奇啦，因为很多国家都发生过了啦。
那美国也在逼欧洲国家不要用华为啊，对，意思不是一样？对不对？然后就说有一些公司，中国如果也要来并购的时候，大家要小心啊之类的啊。坦白说，全世界只有美国在干这件事吧？就是要求站队，要求围堵中国，都是他啊。谁在跟你对着干？没有嘛。中国没有在干这件事啊，是美国在干这件事。所以南太实际上这个话是在跟谁讲？是在跟美国讲。说你不要要求我站队嘛。可是这里就有2种逻辑出来了啦。是，第一种是那是干脆中美都可以干，是不是？还是中美都不能干？这是不一样的结论哦。比如说我随便讲，所罗门跟中国签了这个公安的这个协议嘛，对，就是帮他训练警察了。是啊，那中国可不可以跟别的国家签这个？可以吧？不行嘛，不行，美国反对嘛。所以他就是在跟美国讲嘛。因为美国在很多国家有军事基地嘛。对啊，中国不是军事基地，他是说他是帮忙的警务协定。对啊，警务协定。那因为美国没有办法提供警务协定啊。因为他们的治安不好啊。所以他希望本来是澳洲嘛。澳大利亚也没有扮演这个角色了。他就是希望你帮我训练警察啦。对。他们连警察都不太会嘛。所以人家中国就答应他说好了，而且所罗门有个 Chinatown 被人家烧掉嘛。所以中国就顺理成章进来了。说啊，这个我来帮你们做警务的培训啊。那美国就紧张了，他说这个叫做军事协定。所以重点是美国怎么认知这个世界嘛。因为实际上出手的都是美国嘛。那有一些国家做了某些行为，美国就开始认为那个就是军事嘛。比如说，美国有一个研究机构就直接表示啊，说在明年中国会增设8个海军基地。对，很多在南太。他就直接讲了嘛，美国就直接公布了嘛，对不对啊？那美国就是反对嘛。问题是你在全世界有800个基地啊。所以很多国家就会觉得说，那中国来设一个基地又怎样？因为他有时候也会来敦睦外交啊，那货轮经过我们这边也要做补给啊。所以只是方便啊，他也不认为来中国设个海军基地，他就会陷入战争啊。那只有你美国这样想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问题的根源是美国啦。比如说高棉嘛，我们说高棉，它目前柬埔寨就是有一个地方，美国就认为那个是军事基地嘛，是，就是中国在那边协建港口设施嘛。那美国就认为那个叫军事基地。所以就去跟洪森讲说你不可以这样。类似的问题都是这样的东西嘛。那中国到几内亚买了一个很大的矿嘛。那他要在几内亚那边盖个码头嘛。那纽约时报就登头版头嘛，说中国要在西非盖军事基地，就是这样啊。那纽约时报那个新闻他怎么可能知道？当然是 CIA 给他的嘛。不然他怎么会有这种讯息？是，只有 CIA 在监控全世界嘛。所以坦白讲了，现在全世界的动乱的来源都是美国了。因为美国把中国任何的布局都用军事角度来思考嘛。那中国会认为它是在发展经济嘛？那我在新建“一带一路”的沿线，碰到海盗，那难道我不能够派一些武警去吗？那我的货轮现在它已经变成全世界第1大船东了，对，刚刚超过希腊。是，那我要保护我的船只，我不能够有护卫舰吗？听起来都很合理。如果你用这个商业的角度来思考的话，其他人不也这样做吗？就是美国啊，美国就是这样干的啊。所以，中国事实上有很多事情都在复制当年美国的历史就是这样嘛。1890年，他那个在加勒比海打败了古巴嘛，对，应该打败了西班牙啦。那开始控制加勒比海，然后后来到夏威夷，把夏威夷给并吞了嘛。然后他海军就开始往外走嘛。那他讲的口号绝对不是军事扩张啊，
他讲的就是要自由航行啊，对，要保护我们船队的安全商业啊，利益啊，对嘛？那现在中国大陆讲的不是跟你都一样？我也要自由航行啊，我的船队在扩张啊，我的货物141个国家跟我最大贸易伙伴呢，那我不用担心海盗吗？我不用在保护我自己商人的安全，盖补给港口吗？不用吗？那补给港口有时候又有维安的问题啊，所以我不能放一点公安在那边吗？听起来都好合理哦。不，这个就是美国当年走的路嘛。那个英国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啊。这简单讲就是中国开始布局它的海权之路嘛。是。那你感到不舒服吗？不舒服的事情可能还有很多哈。现在这个不舒服是什么？是在太平洋这边，很多人会觉得不舒服啦哈。我个人就在想说，哎呀，那这样以后是不是海鲜真的不能吃呢？来请教亮哥，这是24号，日本已经敲定了要开始排放核废水。那他们现在基本上是第一期17天排放7800吨的这个污水。那据说曾经中俄有建议他说，其实你一定要排到水里面嘛，你要不要用蒸发的方式啊？用不同的方式来把它。不要影响到大家的海域嘛。那但是的问题是，成本呢，据说是排入大气的话要10倍，所以他现在就选择比较省钱的方式。但是呢，这个省钱的方式让中方基本上他是他的邻居，所以他就很紧张，因为他觉得会直接影响到他。他们当地这个福岛这边呢，有很多生鱼片业者也说啊，大家才刚刚敢吃我们的生鱼片，现在又不敢了。比较特别的是韩国先前其实叫得蛮大声的，他们自己的环保团体呢，现在也一直在讲说不能这样。好，可问题是他们的政府讲我们不支持也不反对，您认为？我表示他不处理啊。本来其实政府也喊得蛮大声的哦，本来喊得蛮大声，突然之间转了。事实上，这个就取决于明年的韩国国会选举了。哦，因为明年大概5月吧，4月底了。韩国要国会选举，日本也是，明年事实上有几个精彩的值得注意了。是，那3到4月是俄罗斯跟乌克兰要选举，哇，总统大选，明年3到4月乌克兰要选总统，俄罗斯也是，啊，然后那个韩国是4月，大概4月下旬要国会大选，对。所以这个就让老百姓来取决于老百姓吧。因为韩国的这个尹锡悦基本上他上次总统大选是只赢了0.8%。对。那他现在的民调大概是35左右。岸田现在是33。对。所以大家这个看着办吧。大家都从上面下来的。对，因为这种议题啊，你要问我说可不可以吃啊，我没有办法回答了。那因为他就说我们的氚的含量不高啊，极低啊。台湾现在有很多学者说没有影响，所以他就说他要拉长到30年来排嘛，对不对？对。那你既然认为你的氚比例很低，那人家的concern不是氚嘛，人家是concern说你搞不好不是核废水，可是核污水啊。所以我们不知道你那到底你里面有没有其他放射性物质嘛？对啊。那你可不可以让我到现场做一点检验嘛？日本都拒绝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 IAEA 来过啦，他们都说没问题啊。IAEA 第3公正单位啊，那个就是美国能够掌握的嘛。所以现在的重点就在于福岛的水什么时候会到加州啦？因为现在直接冲出来是先冲到中国跟韩国嘛。对。所以应该要抗议的就是中国跟韩国嘛。是。那第2波就是到俄罗斯嘛。对。对不对啊？那到美国，坦白说了，经过大洋效应会稀释了。可是问题是，他要排30年啊，他不是排一次啊，他是要计算那个氚的含量，那一次一次这样排嘛。可是日本人就只看氚嘛，他不看别的嘛。那你要不要让我验一下，有没有别的？这个就是所谓信跟不信嘛。因为很多国家认为那是核污水嘛。对啊。那你认为你是核废水嘛？那核废水在氚到一定的比例以下就是安全的嘛？确实如此嘛。那可是人家认为你那个可能是核污水嘛？那所以那这个就是信跟不信。那不信的人对食安讲究比较大的，那我福岛
周边的县市的水产我就不要吃嘛。香港已经先进了10都县的水产，现在等于是政府采取措施禁的，目前只有中国。那中国是最严的是澳门啊，澳门连加工食品都不行。真的很严格。那香港跟中国大陆是一样的，对，是新鲜的都不行。是没有，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其他国家跟进啊。俄罗斯我还不知道啊。那这个东西就是你没有办法立即证明的情况之下，那搞不好他不能卖大陆，不能卖香港，搞不好卖到台湾来了。默默的，你看他微微笑的看着我。请你以后吃日本海鲜的时候，要他说明那个出产地啊。对，在台湾吃沙西米的时候要先看一下。台湾已经开放了。台湾已经就先前我们是已经就是开放有关于日本的这个水产的这个部分，这个并没有禁啊，所以这一回因为专家学的是没问题啊，所以就一直卖到这边了。对，明天开始，24号开始要正式开放了。我们台湾吃沙西米也吃得很凶啊，不是吗？对，台湾也很多人喜欢吃日产啊。今天本来呢还有准备一些议题，就关于泰国。泰国现在有新任的一位新的总理选出来了。本来这个帅帅的皮塔呢，本来要来选第2次，结果他们说现在不合规定，好，所以呢就直接换了。那军政府呢，好像他的势力还是在，因为新来的这个地产大亨赛塔，基本上呢他们也有因为是第2大党啊，第1大党是皮塔的党嘛，那现在第1大党没有办法好好的来做整合之后，第2大党维泰党他们推出了赛塔，那他们有跟军的这一边来做相关的合作，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联合政府才能够推选他出来。他据说也算是政治素人哦。这背后的力量是塔信啊，大家都知道了。塔信也回国了啊，塔信一回国之后就进到了监狱里头，因为马上就要去服刑。好，可是问题呢，也有很多人在讲，塔信回来是跟军方谈好了，有可能是一种政治人质，不知道，因为其实他的女儿现在就是维泰党的，在监狱里面遥控他的女儿就是维泰党的党主席嘛，我知道了。对啊，那我也住得很舒服啊。这个网络上面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但泰国军方说，泰国的政府说，监狱里面一视同仁，大家都是一样的啊。这个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那到底这个后续会有什么样对于泰国这边的影响，或者是他们在至少他比起皮塔那绝对是相对比较轻松的了。对啦，因为皮塔是比较亲美的嘛，对，所以在中方，因为它里面还有军的力量，军的力量跟中方这边比较好。那势力上面会不会有任何的变动？我们可以后续好好来观察。今天呢，这个全球大量化，非常谢谢亮哥在现场呢来帮我们好好解析了，特别是在这个金砖这一次的峰会哈，亮哥已经定调了，这支应该就是一个历史上面国际里程碑哦，让更多的南方国家加入全球治理这么样一件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美国会不会真的很紧张？好，下个星期礼拜4中午12点半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我们全球大量化现场，请亮哥继续为大家解析，大家拜拜，拜拜。